此人生前所作预言几乎全中，6个字言中900年后的天下格局。不过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智囊初里吉到底有多牛？生前是大秦3朝重臣，死后埋在大汉皇宫中间，却无人敢动这位前朝重臣的坟墓，只因害怕触怒天意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他是秦惠文王的同胞兄弟，同样拥有王室血脉。如果不是因为庶出的身份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足以继任秦国国君。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，反而凭借自己的才能，成为大秦3朝重臣，帮助大秦一统6国。他的名字是初里吉，也叫嬴吉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智囊的人。秦人认为初里吉的智慧就像装在口袋里，永远也用不完，因此称其为智囊。自初里吉之后，智囊一词才开始广泛运用，专指一些人智慧超群。其实初里吉不只是聪明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，能文能武，是大秦第一全才。在秦惠文王时期，东方5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，正是初里吉临危受命，斩首韩魏赵8万余人，击退了5国联军。随后他与魏章共同攻打楚国，将汉中收归大秦，被秦王封于盐道，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盐君。另外，初里吉还击败名将西首，西首虽不如廉颇、李牧，但实力与他们也相差不多，可见初里吉的军事才能有多强。秦惠文王去世后，初里吉的侄子秦武王继位，作为大秦第一智囊，初里吉被封为大秦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而他也没有辜负秦武王和大秦人的信任，在军事上，他不但以少胜多，大败韩国，还将100架战车开进东周都城，威震天下。当时周王室的天子见了初里吉，都不敢摆天子威风，只能毕恭毕敬迎接初里吉。而且周天子怕初里吉趁机覆灭王室，还小心翼翼派出士兵和弓弩手埋伏在一旁，足见初里吉威势对天子的震慑。其实彼时的秦武王也是一位力能举鼎的强人，论战斗力可能不输于项羽。他与初里吉2人联合，即便做不到一统6国，也必然可以让大秦成为7国中最强大的存在。但可惜的是，秦武王为了震慑6国，表演了一场举鼎大戏。由于操作失误，秦武王举鼎而亡，秦国只能暂时蛰伏，以待天时。秦武王去世后，王位传给其弟秦昭襄王。此时的初里吉已经是3朝老臣，德高望重，权势滔天。一般情况下，新君必然会对权臣打压，避免其过于壮大，无法控制。然而初里吉不但没有被秦昭襄王排挤，反而被赋予更重的责任。这固然是秦昭襄王胸怀宽广，但同时也是初里吉为人处事滴水不漏，永远不会让君王疑心。初里吉在世时辅佐大臣3代君王，奋3世之余烈，将大秦打造成了铁血强国，为后世秦王一统天下打下了深厚基础。可以说，大秦统一6国，初里吉的功劳不亚于秦王。不过，初里吉最为世人熟知的地方，还不是他的军事政治才能，而是他神奇的预言能力。他死前的一句话，竟然在100年后得以应验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秦第一智囊初里吉的预言到底有多准？提前100年言中汉立秦王的结果，临终遗言把自己的坟墓定在了后来汉朝的2大皇宫中间。最离谱的是，汉朝29位皇帝没有一个人敢动这座前朝古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初里吉在公元前300年去世，当时正是秦昭襄王7年，距离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有80年。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大秦一统，但正是他的努力为秦国一统奠定基础。在临终前，初里吉已经没有什么遗憾，该拥有的都拥有过，该经历的都经历过，因此他唯一执着的就是自己的身后事。于是他留下遗言，让后人将他葬在渭水以南章台东侧的位置。彼时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，但初里吉却表示100年之后会有天子宫殿在这里建起，正好夹着他的墓地。当时初里吉的后人对这句话非常不解，大秦王宫怎么可能迁到这里呢？虽然不解，但他们还是按照初里吉的遗言为他办理了后事。初里吉死后，大秦用了80年的时间，终于完成了灭6国、一统天下的伟业，并定都咸阳。当时初里吉的后人想到先祖的预言，还认为预言有误，但很快他们就知道初里吉预言中的天子宫殿并非秦王宫，而是汉王宫。由于秦王性情暴虐，对百姓施加严苛刑法，大兴土木，使得老百姓徭役沉重，最终引得天下人的逆反。秦始皇去世后，秦2世根本无力抵挡汹涌的反叛浪潮，而刘邦建立大汉王朝时，并没有选择继续在咸阳建都，毕竟咸阳城不但被项羽屠杀了一遍，整个宫殿也被大火连烧
烧3个月，只留下一片断壁残垣。经过再三考虑后，刘邦选择将都城建在长安，其中最著名的2座宫殿就是长乐宫和未央宫。长乐宫于公元前202年开始修建，在公元前200年竣工；未央宫则是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修建，2年后竣工。此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央有一座几乎被荡平的坟墓，这座坟墓的主人正是初里疾。当年初里疾预言在100年之后将有天子宫殿在此兴建，原来说的不是秦王宫，而是长乐宫和未央宫。更加神奇的是，他预测的时间也极为精准。初里疾在公元前300年去世，2座宫殿则是在公元前200年建造，精准跨越100年的时间。初里疾这一预言让无数人震惊。后来汉王室得知初里疾预言后，并没有选择将他的坟墓迁走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，如果强行迁走初里疾坟墓，恐会犯忌。要知道，在汉朝时期，神明巫蛊之事依然被很多人深信不疑，后宫曾多次因为巫蛊之事闹出腥风血雨，因此初里疾的坟墓就一直留在了2座宫殿之中，而去世的初里疾也得以始终受龙气的蕴养，无人敢惊动他的亡灵。直到后来隋朝建立，初里疾的坟墓才被打开。然而在打开坟墓之时，人们又发现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，更加印证了初里疾的神算之名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秦第一智囊初里疾到底有多牛？他的坟墓建在汉朝皇宫，此后900年无人敢动，直到隋文帝时期，初里疾的墓才被打开。但墓中的一则6字预言却吓傻了隋文帝。他说了什么？初里疾生前封侯拜相，荣极一时，但作为秦王室的血脉，他却因为庶出的身份无法得到王位继承权。然而在死后，初里疾要比任何一位秦王都荣耀，因为他的坟墓就位于后世皇宫之中，享受天子龙气的供养，一直延续数百年，直到后来隋朝建立，初里疾的坟墓才被迁移。其实隋文帝也并非故意要打开初里疾坟墓，当时隋朝刚刚建立，一切百废待兴，而隋文帝又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，即便是建造宫殿也是省了又省，甚至会将拆掉的旧宫殿材料用在新宫殿的建造上。于是就在拆除旧宫殿的时候，人们发现了初里疾的坟墓，并将此事上报给隋文帝。隋文帝得知这是初里疾的坟墓后，准备寻找一个风水宝地将其迁移过去。然而在打开墓穴之后，却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。根据民间传言，隋文帝在这座900年前的坟墓中发现了很多保存的十分完好的陪葬品，尤其是其中的一份竹简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只见竹简上写着6个大字：杨花谢，李花开。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，却让隋文帝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这句话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深意。杨花的寓意似乎就是指他杨家的天下。隋文帝急忙命人修缮好坟墓，并下严令不许任何人传出此事。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，这件事还是流传到了民间。后来隋炀帝继位，他犯下了秦朝一样的问题，一是暴虐成性，二是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虽然京杭运河功在千秋，但对于当代的人来说却是残酷的灾难。于是人们纷纷揭竿而起，讨伐残暴的隋炀帝。在所有起义军中，有2个李姓势力比较强大，前期是李密的瓦岗寨势力，手下良将如云，战斗力颇为强横。但其实李密并非主角，瓦岗寨最后也是一败涂地。而另外一个李姓势力就是太原起兵的李渊，他才是真正的主角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李渊起兵后，经过数年征战，打入长安，通过威逼禅让取得了政权合法性。随后他又四处出兵，荡平了南北各路群雄，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大唐王朝。杨花谢李花开的民间传闻，也让900年前的初里疾再度迎来了高光时刻。传闻真真假假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初里疾的确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智囊，值得铭记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